行，绝对不行！外面都说顾叶兰现在是个傻子，我们婉婉怎么能嫁给他？这不是把女儿往火坑里推吗？兰兰，你这出的什么主意？我苏明远就是破产，也不能卖女儿。资金链彻底断了，银行也不肯续贷，下个月你们苏氏可能就要宣布破产了。当初我说那个城南项目不能投，你偏不听，现在你还要全家都要跟着你喝西北风。舅舅、舅妈，你们先别急，我也是为苏家着想。对呀，顾家那可是顶级豪门，要是能搭上顾家，别说5000万，5个亿都能拿出来，到时候苏家还不是一飞冲天？而且我们家兰兰刚看中一个留学项目，正需要钱呢，咱不能断了兰兰的前程，不是？爸妈，我觉得表妹这个提议可以考虑。婉婉，你说什么胡话？妈，我不是说胡话，苏氏是爷爷一手创办的，是咱们苏家3代人的心血。我是苏家的女儿，这是我应该承担的责任。可是婉婉，那是你一辈子的幸福啊！爸，这是我目前能为苏家做的最好的选择。婉婉真是懂事啊！大哥大嫂，你们就听孩子的吧，顾家那么有钱，嫁过去不亏。爸妈，相信我。此为何地？这些拔地而起的巨塔，莫非是仙家洞府？那些在地上奔跑的铁皮盒子，还有空中飞行的发光巨鸟，绝非我大周疆土景象。我分明已战死沙场，尸骨阴寒，魂魄黄龟，为何会在此处？镇北军何在？在！今日便以此身为戒，护身后百姓。陛下，末将尽力了。莫非是投胎转世，竟直接成成年之躯？世间竟有此等怪事！此为何物？为何兀自作响？那是手机，是现代人用来联络的物件。完了！顾总这车祸撞的，直接从霸总变古人了。虽不识此人，却心底莫名暖意翻涌。这便是此事之祖母。祖母，叶兰啊，感觉好些了吗？头还疼不疼？已无大碍，只是子间种种与我过往所知天差地别。慢慢来，不急。奶奶有件要紧事儿同你说，我为你定下一门亲事，是苏家大小姐苏婉。祖母，婚姻大事岂可如此儿戏？苏婉那孩子我见过，知书达理，聪慧大气，配你绰绰有余。苏家如今落难，顾家出手相助，于情于理都合适。你刚恢复，身边也该有个人贴心照料。出临此地，人地两疏，姑且从了子身本家之命，免生之急。叶兰，你怎么了？既是祖母安排，孙儿遵命。这些便是此界文书丽媛，聚于此厅，倒有几分营帐议事之感。诸位同僚，顾某出掌此间事务，日后还望诸位鼎力支持。若有疑难，尽管来报，顾某必当竭力解决。同僚，顾总这是在演古装剧？完了完了，顾总这是又犯病了。顾总的意思是希望大家以后工作上通力合作，有困难及时沟通，对吧，顾总？好了好了，大家继续工作吧，都精神点儿，散了吧散了吧。顾总，苏婉女士已经到了，我们赶紧过去。一般握手或点头微笑就行，不必抱拳。原来如此。苏小姐，顾总，初次见面，我是苏婉。此女便是苏婉。谁在说话？容貌甚美，只是眼神锐利，似非寻常。是她，可是她没有说话呀。这个感觉更像是心声，我听到了她的心声。前世为之征战，与妇人及男女私情殊无所解，此颇为棘手。苏小姐气韵甚雅。谢谢顾总夸奖。顾总，
苏氏集团目前的困境您应该都清楚了，资金链紧张，城南旧改项目受阻，内部几个元老也在施加压力，联姻带来的不仅是顾氏的直接注资，重要的是向外界传递顾苏一体的强联合信号，稳定各方信心，这比单纯的资金支持更重要。集团资金链注资，字字皆是，连缀则不结也。然听之似有其理。此女心思谨慎，沉稳敏锐，颇有见识，与本王在大周朝见过的那些贵女颇为不同。苏小姐剖析的透彻，稳军心，摄宵小，确是当务之急。顾氏的注资可以尽快安排，若有需顾某出面震慑之处，苏小姐不必客气。她虽然说话古怪，但是逻辑清晰，谈吐自然，不太像是痴傻的样子。但是前世本王大周朝，他是觉得他是来自古代的穿越者，还是什么将军、王爷？顾总爽快，那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以素衣做婚服，此诚罕见。然此素衣馔于彼身，甚是好看。果然，除了他之外，再也没有听到过其他的心声了。看来他的身上确实是有什么特殊之处。现在，请新郎为新娘戴上象征永恒与爱的婚戒。指环，燃起宝石，光华璀璨，甚是夺目。顾总怎么了？好像不知道怎么戴戒指。不是说车祸后有点，看来是真的。戴这里。哈哈，看来我们的新郎官是太紧张了，新娘子亲自教学，真是甜蜜加倍。那么，请新娘为新郎戴上戒指。原来如此，此物倒也别致，然若动起手来，未免易损且碍事。待归去后，还是摘了吧。这就想摘了？请新人向父母敬茶，感谢养育之恩。爸妈，请喝茶。末将镇北王顾叶兰拜见苏大人、苏夫人，愿效犬马之劳，护苏婉一事周全。这孩子，我的天，他说什么？末将镇北王？这顾总入戏太深了吧？天啊，表姐夫怎么这样？好好一个婚礼，弄得跟唱大戏似的，表姐心里得多难受啊！为了家里嫁过来，还要面对这些。别瞎讲，顾家家大业大，就算那也不是我们能议论的。这茶言茶语的，句句都在讽刺我孙子和孙媳妇，当我老婆子耳朵聋了，听不出来呢。叶兰，起来吧，爸妈知道你的心意了。对对，叶兰，快起来，起来就好。你这孩子就是太实诚了。不知众人何故那般反应？他可是在为我解围，我是否要先起誓？也不知此笑可算合格。好了，笑得很好，下次别笑了。这追求女子，竟比排兵布阵还难。舅舅、舅妈，今天真是大喜的日子啊！表姐终于嫁出去了，还是嫁进顾家这样的豪门，你们心里的大石头总算落地了吧？不过，也是可怜，顾总好好一个总裁，现在却成了一个傻子。你们说表姐嫁过去，到底是享福呢，还是去当保姆啊？兰兰，今天是你表姐的好日子，说话注意分寸。舅舅，我这不是关心吗？再说了，顾家现在虽然还是顾奶奶当家，可顾总这样，将来顾家的产业恐怕都得落到有能力的人手里吧。我听说顾家大伯顾明哲，顾总车祸后就接手了不少集团事务，表姐嫁过去，名义上是顾家少奶奶，可实际上怕是连股份都摸不到边吧。到时候人财两空，可怎么办啊？说完了。怎么，表姐不爱听呀？我也是为你担忧啊，趁早看清现实，别到时候啊哭都来不及呢。此女杀伐果决，外柔内刚，有将门虎女之风，当真是妙极。这一巴掌是教你什么叫尊重。我父母养育我20多年，不是让你在这里冷嘲热讽的。更何况顾叶兰是我的丈夫，顾家的事轮不到你一个外人在这里搬弄是非。苏家如何，顾家如何，我苏婉如何，
都与你无关。苏婉，我女儿好心关心你，你还不领情？你凭什么打兰兰？自己嫁了个傻子还不让人说了？都给我住手！打得好！我顾家的孙媳妇儿还轮不到不知所谓的人来嚼舌根。苏婉这孩子，我第一眼见到就喜欢，聪明、大气、有骨气。她嫁进顾家，是我们顾家的福气。刚才那些话是你说的吧？现在立刻向婉婉的父母道歉，否则以后顾家所有的场合都不欢迎你们。快道歉啊！对不起，舅舅舅妈。借着今天这个机会，我也宣布一件事。为了表示我对婉婉这个孙媳妇的满意和欢迎，我决定将我名下顾氏集团5%的股份作为她的新婚礼物赠与苏婉。从今天起，她就是顾家名正言顺的少奶奶，谁对她不敬，就是对我顾家不敬。5%的顾氏股份，那不得价值好几个亿啊！天啊，这哪是结婚礼物，这简直是送了一座金山。顾老太太对这位孙小奶奶也太看重了。这位新少奶奶地位稳了。奶奶，这太贵重了。给你，你就拿着，这是奶奶的心意。奶奶说的对，你是我的妻子，顾家的一切你都有资格拥有。多谢奶奶。奶奶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不同意。星瑶，这是奶奶的决定，还轮不到你来质疑。妈，星瑶年纪小，说话直，您别跟她一般见识。妈，您对婉婉的厚爱，我们都看在眼里。苏婉嫁入顾家，就是我们顾家的人，这份心意我们自然都支持。不过，按照顾氏集团章程，股权赠与涉及重大资产变动，需要经过董事会正式审议批准，并报相关监管部门备案。您看是不是等婚礼结束后，我们召开董事会好好商议一下？此人言语虽恭，但是字字句句皆似绵里藏针，看似遵循法度，实则意在架空祖母，并暗示本王之妻地位未稳，所得之物亦可被质疑、被收回。倒是比想象中敏锐。结合这些奇怪的心声，他只是说话习惯与生活常识与现代不符，但绝不是痴傻。说不定他真的是古代穿越而来的，而且他也不是那种不通俗世的古板将军，还能听出这弦外之音，有趣。大伯好意提醒，本通心领，只是今日所议，并非公司经营决策，而是家事赠与。奶奶以个人名下股份相赠孙媳，是长辈对晚辈的祝福与认可，亦是顾家对苏婉的接纳与重视。此乃情分传承，亦是个人财产自由处置，法理之内，情理之中，何须外人评议？若连这点家事自主都需层层上报，反复异议，顾家颜面何在？奶奶的威信又何在？叶兰说的对，我手里的股份是我个人财产，我老太婆自己的东西，想送给谁，天王老子也管不着。我还没老糊涂到连自己东西怎么处置都要听别人安排。股份赠与手续自有律师按法律办理，不劳董事会费心。明天一早就办手续，所有文件直接拿来我签字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苏婉是我顾家认定的孙媳妇，该她的一样都不会少。是我考虑不周，一时心急，只想着公司规矩，忘了这是您的私产处置。您说的对，个人赠与确无需董事会决议。婉婉，恭喜你。多谢大伯。看来这位镇北王并非只懂行军打仗，这洞察要害、借力打令的本事倒是在哪儿都用得上。这场联姻或许比预想的要有意思。今日诸位见证，苏婉乃我顾叶兰明媒正娶之妻，既是我的妻子，自当由我庇护。从今往后，无论何人若敢再欺她、辱她、轻她，便是与本王为敌，与顾家为敌。好，叶兰说的对，是我顾家媳妇儿，谁也不能轻待。母亲说的是，叶兰疼媳妇儿是好事。谢谢。奇怪，这是什么感觉？呸！得意什么？不就是嫁了个傻子？谁知道那顾叶兰是不是装模作样？5%的股份，老太太真是老糊涂了。妈，凭什么？凭什么好事都让她苏婉占了？以前她是苏家大小姐，处处压我一头，现在她家都要破产了，嫁给傻子还能拿到股份，我哪点不如她？就是，早知道顾家老太太这么看重孙媳妇儿，当初就不该提苏婉嫁。
要是你嫁过去，说不定……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你看他那个样子，好像多清高，刚才装的那么威风，一个脑子不清楚的人能威风几天？等着瞧吧，等顾家大伯掌了权，有他苏婉哭的时候。小声点，这话可别让人听见。不过，兰兰，你说的对，顾大伯看样子也不瞒老太太这么偏袒，咱们以后或许可以多跟你顾大伯那边走动走动。对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苏婉，你别高兴得太早。今宵乃洞房花烛之夜，依常理当与苏小姐行夫妻之事。不，此与理不合，恐唐突了苏小姐。苏夫人，今夜你睡床榻，我于此地铺设即可。顾总，这是要打地铺？男女授受不亲，未得夫人首肯，不敢唐突，此举合理。这王爷还真是古板的可爱。这里是现代，不是你的军营，地上凉，而且你这铺法是准备随时紧急集合吗？此乃标准营房规制，有何不妥？没什么不妥，只是顾总，我们现在是夫妻，哪怕是名义上的，你睡地上，若让旁人知道，还以为我苏婉如何苛待了你。夫人所言极是，是我思虑不周。好啦，不逗你了，床够大，你睡那边，我睡这边，你去洗漱吧。好。顾总，需要帮忙吗？入帐！怎么啦？夫人，这是何物？这是淋浴，往左是热水，往右是冷水。原来如此，倒是比木桶方便。这个是洗头发的，用的时候按压；这个是洗身上的，都有清洁的作用，用完再用清水冲洗。你先洗，有事叫我。此香料气味为何如此甜腻扑鼻，与军中常用的松柏香截然不同。这位王爷的现代生活常识还真是零分。我的老天爷啊，他怎么穿成这样就出来了？这身材看起来很不错啊，不知道摸上去怎么样？夫人，哼，这种时候配什么 BGM？ 夫人，这是何物？你洗好了，那个是广告。那什么，你快去吹头发吧。我去洗漱。苏小姐这是怎么了？脸色怎么如此红？可是生病了？苏婉啊，苏婉，你什么场面没见过？怎么被他一个出狱就扰乱了阵脚？真是个没出息的大黄丫头！身材居然还挺好。停，苏婉，你在想什么？顾总，今天谢谢你。夫人不必客气，这是本王应该做的。但还是要谢谢你。晚安。她睡颜深谙，睫毛纤长，比北京雪原上的冰凌还好看。婉婉，叶兰，婉婉，苏婉啊，苏婉，你真是没出息！不就是看了他的腹肌吗？怎么还梦上了？婉婉，昨夜睡得好吗？新房还习惯吧？谢谢奶奶关心，一切都好。当然好了，一夜之间成了顾家少奶奶，还白得5%的股份，换谁都能睡得好。星瑶，我说的是实话呀，奶奶，您就是太心善了。谁不知道有些人是家里要破产了，冲着咱们家的钱来的。星瑶妹妹说的没错，苏家是遇到了难处，不过这桩婚事是两家商议后的决定。至于我到底是为了什么，我想只要顾总心里明白就够了。至于旁人怎么想，
我并不在意，也不需要向谁证明。星瑶，道歉。哥，我又没说错，他家本来就……我再说一遍，道歉。叶兰，星瑶年纪小，说话直，别跟她一般见识。都是一家人，何必动气？大伯，年纪小不是口无遮拦的理由。苏婉是我妻子，任何人都不许轻慢。星瑶，还不快给你嫂子道歉！对不起，没关系，妹妹年纪小，我不介意。好啦，吃饭，谁再闹就别吃了。方才本王维护夫人，按理说夫人应会甚是感动，心悦于我。可观夫人面色平稳，毫无波动。唉，这夫妻相处，当真比行军打仗还难。多吃点。夫人给本王夹菜，这是何意？本王知道了，她这是主动示好。叶兰啊，你媳妇儿给你夹的菜香不香？香。妈，正好今天人齐，我有件事想跟您商量，是关于集团东南亚业务部的事。最近几个海外项目推进缓慢，我建议由我亲自接管，统筹管理。毕竟叶兰刚恢复，公司的事不宜操之过急。哼，大伯的意思是我能力不足？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担心你身体还没完全恢复，公司事务繁杂，累着了不好。再说东南亚那边情况复杂，万一出了岔子，对叶兰的威信也不利。明哲说的也有道理，叶兰，你觉得呢？大伯考虑的真周到。不过叶兰既然已经回公司上班了，就该逐步接手业务，总让她闲着，外面的人还以为她真有什么问题呢。你说是不是？婉婉说的对，是我考虑不周。那这样，让叶兰先熟悉熟悉，我可以在旁边协助。那就多谢大伯了。不过东南亚业务部的事，我和叶兰昨晚还讨论过，觉得可以引入新的考核机制，提升效率。等方案做好了，再请大伯指点。你何时与本王讨论过？不对，他只是在替本王挡回去。此女反应当真迅疾。好，年轻人有想法是好事。叶兰，你媳妇儿这么能干，你可要好好珍惜。奶奶放心，孙儿明白。苏婉，你别得意，我告诉你，我是不会承认你这个嫂子的。然后呢？什么然后？你说不会承认我，然后呢？你是打算每天在我面前说一遍，还是有什么实际行动？你别以为有奶奶撑腰就了不起！我告诉你，我哥已经对我最好了，你来了之后他都不理我了。所以你是怕我抢走你哥？谁怕了？你少自作多情。星瑶，你哥永远是你哥，我不是来抢他的，我是来当你嫂子的，这两者不冲突。说的比唱的好听，反正我不会轻易相信。随你，不过有件事我想提醒你。什么事？不要太相信你大伯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想挑拨我们家的关系？不是挑拨，是提醒。你仔细想想，今天餐桌上，你大伯说让叶兰不要操之过急，让她接管东南亚业务，表面上是关心，实际上呢？你哥刚病好回公司，正是立威的时候。如果连重要业务都被你大伯拿走，外面的人会怎么看你哥？一个连自己项目都保不住的总裁，谁会服他？还有，之前婚礼上，奶奶说要给我股份，你大伯第一个跳出来说要董事会同意。表面上是按规矩办事，但你想想，如果他是真心为顾家好，为什么要在那么多宾客面前让奶奶下不来台？可是大伯从小就对我们很好，他怎么会……我没说他一定会做什么坏事，我只是提醒你，多留个心眼。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你是个聪明的姑娘，别被人当枪使了还不知道。我只是好心提醒，信不信由你。莫名其妙。此物该如何记？昨日本王明明记得周秘书演示过，为何今日又忘了？此物比缰绳难记100倍，本王堂堂镇北王，连个领结都记不好，
传出去岂不让人笑话？顾总，需要帮忙吗？夫人，此物甚是难产。我教你。他靠得如此之近，他身上是什么香气？似兰非兰，清冽淡雅，比御花园的花都好闻。怎么回事？本王心跳为何如此之快？这是何病症？好了，夫人手巧，本王佩服。这不是手巧，是现代人基本技能。顾总，你要学的还多着呢。那便请夫人多多指教。行了行了，别抱拳了，走吧，该去公司了。顾总，这是这个季度的财务报表，需要您过目签字。周秘书，在。顾总有何吩咐？你可懂追求女子之道？顾总，您是说追求苏总？本王，我需让夫人心悦我，你可有良策？顾总，现代追求女性讲究的是用心和细节，比如送花、约会、制造惊喜。要不我给您找本书看吧？竟有此书。有的，顾总，我给您找几本《恋爱36计：如何俘获他的心》，您慢慢研究。速去。好的，顾总。谁能想到，堂堂顾氏总裁追起老婆来，居然这么……煎蛋需热锅冷油，火候适中。原来如此。可慌乱，我需镇静。顾总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在准备晚膳。你特意给我做的？书上说，亲手制作晚餐可增进夫妻感情。如何？是否难以下咽？还不错，就是有点焦。他吃了，书上说了，他吃了这个煎蛋必会心悦本王的。这位王爷真是被恋爱宝典骗得不轻，这么难吃的煎蛋，怎么可能吃一口就爱上你了？不过这份笨拙倒是挺可爱的。下次做饭叫我一起，别再炸厨房了。好。这是顾氏目前主要的几个投资项目，你作为总裁，需要了解每个项目的进展和风险。明白。这些便如同我军各营布防，须得心中有数。那你说说，这个城南项目的核心问题是什么？粮草不济，援军未至。什么？夫人，本王，我发现现代经商之道与行军打仗确有相通之处。此处资金缺口，便是粮草不济；股东意见分歧，便是援军未至。若我是主帅，当先稳军心，再筹粮草。他居然用兵法解读商业，还挺有道理。思路是对的，但现代商业有现代商业的规则，比如这个不叫粮草，叫现金流；这个不叫援军，叫战略投资；还有这个 SW 分析，就是分析优势、劣势、机会、威胁。这便如同战前研判敌我形势，我军之强，敌军之弱，天时地利皆须了然于胸。顾总果然天赋异禀，看来不用我教太多。婉婉，你瘦了，在顾家还好吗？妈，我很好，奶奶很照顾我，叶兰也挺好的。岳母放心，本王我会照顾好婉婉，衣食住行皆亲力亲为，绝不含糊。叶兰啊，不用这么紧张，都是一家人，坐，放松点。他这坐姿是准备随时上朝吗？
婉婉，苏氏这边已经缓过来了，多亏了顾氏的注资，还有叶兰几次出面，那些股东现在都不敢闹了。叶兰，这件事我替苏家谢谢你。岳父言重了，婉婉的事便是我的事，苏氏是婉婉娘家产业，自当护持。他说这话倒是真心实意。婉婉，你跟妈说实话，叶兰她对你真的好吗？妈，她对我是真的好，笨拙但是真诚。妈，您放心，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那就好，妈只盼你幸福。岳父，这是顾氏旗下的部分项目。奶奶说苏氏在城南项目上吃过亏，这些项目可以让苏氏参与进去，挽回损失。这些价值1个亿，叶郎，这太贵重了。奶奶说苏婉是顾家的孙媳妇，苏家的事就是顾家的事，这些东西不过是锦上添花。叶兰，哎呀，婉婉和姑爷回门，怎么也不通知我们一声，我们也好早点来帮忙招呼啊。自家人吃个饭，不用麻烦。表姐夫，好久不见呀！听说你在公司很厉害呢，一个人处理那么多业务，真是让人佩服。表妹今天倒是会说漂亮话。哎呀，这不是见表姐夫吗？当然要嘴甜一点。对了，表姐，听说顾奶奶给了你5%的顾氏股份，那可值好几个亿呢。表姐命可真好，嫁了个好老公，一下子就飞上枝头变凤凰。兰兰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舅妈，我没别的意思呀，就是替表姐高兴。毕竟苏家都快破产了，表姐还能嫁进顾家，这不是因祸得福吗？就是，婉婉有福气，不像我们家兰兰，条件也不差，怎么就没这个命呢？姑爷，你说是不是？表姐夫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我虽然没有表姐那么能干，但我很温柔的，会照顾。林小姐，请自重。本王此生只认苏婉一人为妻，其他女子无论何等姿色手段，在本王眼中皆如无物。表姐夫，你误会了，我只是……够了！你们今天来，如果是做客，我欢迎；如果是来挑事儿，请出去。大哥，你这是什么话？兰兰她只是……我说了，请出去。苏婉，你别得意，嫁给个傻子有什么好得意的？等顾家财产都被大伯抢走，看你还能笑到什么时候！住口！妈，你看他们什么态度？那个顾爷老装什么清高？就是，不就是嫁了个傻子吗？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凭什么苏婉什么都有？以前是苏家大小姐，现在又拿到股份，老公还护着她，我哪点不如她？你忘了，顾家那位大伯顾明哲对老太太给股份的事儿可是很不满。那天在宴会上，他那脸色我瞧得清清楚楚。妈，你的意思是找顾明哲合作？顾明哲想要顾家的权，你恨苏婉入股，他有野心，你有不甘，这不正好一拍即合？可是他会愿意跟我们合作吗？傻孩子，这世上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顾明哲需要人帮他盯着顾叶兰和苏婉，我们正好可以递消息。而他嘛，将来事成，少不了我们的好处。妈，你说的对，苏婉抢了我的风头，夺了我本该有的机会，我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回去我就联系人，找个机会跟顾明哲见一面。记住，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，要沉住气。我明白。苏婉，你以为嫁进顾家就高枕无忧了？等着吧，好戏还在后头。总有一天，我要让你跪在我面前求我。走吧，别在这站着了，回去好好计划。你姑母那个人从小就争强好胜，你别跟她一般见识。爸，我知道，您不用担心我。那林氏母女眼神阴鸷，言辞刻薄，绝非善类。夫人聪慧，想必心中自有计较，本王倒不必多言。在想什么？夫人，那林兰兰母女恐非良善之辈，日后若有机会，还需多加提防。我知道，谢谢你，叶兰。你看他们俩好像还挺好的。是啊，希望婉婉能幸福。你说你要跳舞？哥，你别逗了，你连广播体操都做不标准，还跳舞？闭嘴！这可是本王特意学的，此舞乃是世间第一浪漫之舞，最是适合夫妻对舞。顾总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
这个舞看起来有点单。你这四肢不协调啊！当年他爷爷追我的时候也这样。叶兰，你这舞颇有古风，夫人觉得如何？很有诚意。哥，你这段我录下来了，明天发公司群里让大家欣赏欣赏。你敢？开玩笑啦，我发朋友圈就好。行了行了，别闹了。不过你这舞跳的确实不行，连你爷爷当年都不如。好了，这舞可不是一个人跳的，来，跟着我的步子。快，马上查顾新瑶的定位，他出事了。顾新瑶，急什么？聊两句，没什么好聊的。赵美琪，你想干什么？装什么傻？昨天图书馆，你跟陈学长说说笑笑的，当我不存在。我跟陈学长不熟，小组作业分到一组而已。你喜欢他，关我什么事？小组作业用得着靠那么近，笑得那么贱给谁看？就是，明知道琪姐喜欢陈学长还往上贴，要不要脸？没错，琪姐看上的男人你也敢抢？你们有病吧？我都说了我跟他没关系，让开，我要回家。顾新瑶，别以为你还是从前那个顾家大小姐，在这学校里，现在我说了算。听说你哥傻了，娶了个嫂子，还是个破落户。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有想叫人，晚了。顾新瑶，伸手出来！新瑶，伤到了吗？嫂子，没事了，嫂子来了。新瑶，告诉我是谁？赵美琪，还有他2个跟班。好，嫂子知道了，我们先去医院。校长，多大点事儿？小孩子闹着玩，用得着叫家长？赵总，这事儿性质不太一样。哎呦，就是同学之间开个玩笑，还兴师动众的。我告诉你，教育局李副局长是我老公拜把子的兄弟，你想闹大，吃亏的是你们。我赵某人在海城混了20年，还没怕过谁？一个丫头片子跟我斗？巧了，我这个人最喜欢跟人斗。王律，给校长和赵总看看。这能说明什么？小孩子不懂事，打闹而已。校园霸凌、故意伤害、非法拘禁，每一条都够立案。这是律师函，这是报警回执，监控录像已备份，目击证人证言已采集。你们吓唬谁呢？老赵，打电话给老李。赵总说的李副区长，10分钟前已经被纪委带走，涉嫌受贿，充当保护伞，证据确凿。他爸怎么办？另外，赵总的宏达建材涉嫌偷税漏税、虚开增值税发票，相关材料已经移交税务局和经侦大队。你说什么？爸，你说句话呀！我不想坐牢。
闭嘴！都是你惹的祸，还不赶紧跟顾大小姐道歉！顾新瑶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找你麻烦，求你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，饶了我这一次，求你了。这件事儿不和解，不私了，法庭见。你不是喜欢欺负人吗？到监狱让你2个跟班给你欺负个够。苏总，有话好说，我们赔，多少钱都赔，求您高抬贵手。顾新瑶，顾新瑶，等等，对不起，都怪我，赵美妾才会找你麻烦，你没事吧？陈学长，这件事跟你没关系。可是，陈学长，以后小组作业我会申请换组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想道歉。你的道歉我收到了，但保持距离，对我对你都好。嫂子，走吧。嫂子，你看那件风衣超适合你。你已经给我挑了3件了，今天差不多了。不行不行，我哥的钱不花白不花。再说了，嫂子穿什么都好看，我要把你打扮成全市最靓的少奶奶。顾星瑶，你又在刷我的脸。我给嫂子买的，你心疼什么？请慢用。嫂子，你尝尝这个，超级好吃。确实不错，对吧？对吧？我就说这家店最好了。奇怪，为何本王看星瑶如此碍眼？顾星瑶，你为什么一直喂她？因为我喜欢嫂子啊，嫂子比你好多了。夫人，你尝尝。哥，你干嘛学我？本王为自己夫人，何须学你？嫂子，明天咱们去做 SPA 吧，我知道一家超棒的。好，你安排。然后晚上咱们去看电影，最近有个爱情。明天我有事，需要夫人陪同。什么事？有个商务晚宴。哥，你怎么老跟我抢嫂子？那我也要去。去。啊，你同意了？去了别乱跑。嫂子，今天来了好多名媛，我待会儿介绍给你认识。好啊。夫人，本王我需去与几位合作方打个招呼。去吧，我和星瑶转转。星瑶，我去拿2杯饮品，你在这里等我。嫂子，你去吧，我在这儿等你。你们知道苏婉怎么嫁进顾家的吗？不过是因为家里破产了，卖身求荣罢了。真的假的？我看顾总对她挺好的啊。可不是嘛，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，还在这装名媛呢。那身礼服不知道是租的还是借的。好，那是做样子给外人看的。一个傻子能有什么真心？等着瞧吧，等顾家换了当家人，她苏婉什么都不是。可是顾奶奶不是很喜欢她吗？还让她在顾氏帮忙。听说她在顾氏指手画脚的，一个破落户的女儿，还真把自己当老板娘了，也不照照镜子。一个老太太能活几年？顾家迟早是不明哲的。苏婉现在得意，以后有她哭的时候。说谁破落户呢？说谁卖身呢？林兰兰，你嘴巴是吃屎了吗？这么臭！星瑶妹妹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嫂子是苏家大小姐，顾家少奶奶，轮得到你们在这里嚼舌根？哪家的？报上名来，我让奶奶明天去你们家坐坐，好好聊聊你们家教问题。顾小姐，我们就是随口一说，真没别的意思。你什么你？我告诉你，我嫂子是我见过最好的人，你再敢说她一句坏话，我撕烂你的嘴！滚远点，看见就烦。嫂子，你都听见了？听见了，谢谢。我就是听不得他们说你坏话。我知道。嫂子，我突然有点肚子痛，我去个卫生间。慢点跑，这孩子。兰兰，都布置好了没有？顾叶兰的行程呢？清楚了没有？对，全部都要细细的再检查一遍，不能有一点的疏忽。药我放好了，装在你手提包的夹层里，千万不能弄丢了。那药我专门托人从国外带的，只要让顾叶兰吃下去，不出半个小时，保证给她迷得走不着道。
咱们林家能不能一飞冲天，就靠这次了。嫂子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林兰兰那个贱人，她给我哥下药了。你确定？我在卫生间亲耳听到他打电话说的，药已经放进酒里了。我哥现在可能已经在哪儿？ 2楼走廊尽头那个休息室，我听到他说要把我哥引过去。成了！哎呀，我家兰兰好像身体不太舒服，我去看看。对了，我刚才看见顾总和兰兰前后脚上了2楼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去谈事情了。要不大家一起上去看看，万一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呢？这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都是熟人，走，一起去看看。苏婉，这次我要让你在所有人面前丢尽颜面。你老公爬了我女儿的床，看你还有什么资格做顾家少奶奶？哎呀，这个房间怎么亮着灯？里面好像有声音呢。好像真的有动静。不会是顾总和我们家兰兰在里面吧？这孤男寡女的不太合适吧？要不要进去看呀？万一出了什么事……哎呀，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兰兰，你在里面吗？兰兰，我的女儿啊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顾总，你们这是……嫂子，就是这间202休息室。李兰兰说让人把我哥送到这儿了。让开！夫人，是我。叶兰，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那是顾明哲，顾家大伯。天哪，林兰兰怎么跟顾大伯搞在一起了？我的天，这可是大新闻！怎么会是你？看什么看？给我出去！啊！为什么是你？顾叶兰呢？那杯酒有问题，我喝了以后察觉不对，结果去了趟洗手间，将酒吐了大半。你脸色很差，药力未能全解，但尚可支撑。哥，你没事？那现在在202房间里的是谁？林兰兰和顾明哲。林兰兰将我送进房间后，便去浴室换衣裳。我趁她不备，将其击晕。击晕？本王把她打晕后，正好看见大伯从走廊那头过来，就顺手把大伯也打晕，扔了进去。哥，您把大伯和林兰兰关在了同一个房间？两人皆晕，正好凑一对。本王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此乃兵法常理。哥，你也太狠了吧！大伯和林兰兰。你现在怎么样？药力尚行，有些头晕。星瑶，你快出去找医生，快去！我马上去。叶兰，你坚持一下，星瑶去找医生了。夫人，我烫得像发高烧了一样，这药这么猛，医生来得及吗？婉婉，本王快撑不住了。来，吃颗糖会好一点。完了，他这个样子怎么也……婉婉，是我的气，嫂子，医生来了，快开门！来了！你个老畜生，你个不要脸的东西，
我是被人打晕扔进来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晕？谁打晕你？你骗谁呢？你个老色鬼！你看我女儿年轻漂亮就想占便宜，我跟你拼了！哎呦我的天哪！大伯，您这也太……兰兰姐不是说喜欢我哥吗？怎么跟大伯您这辈分都乱了呀？这林兰兰不是顾总的小姨子吗？怎么跟大伯搞在一起了？刺激啊！这比电视剧还精彩。是苏婉，一定是苏婉害我，她嫉妒我，她毁了我。表妹，这话从何说起？是你自己进的房间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胡说！我明明是去找表姐夫的，是你们把我弄晕的。哎呀，林兰兰，你去找我哥？大晚上的，你找我哥干什么？你不是跟我大伯在房间里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，本王与你并无瓜葛，你深夜寻我，意欲何为？叶兰，好手段，自己中了药，就把我这个大伯扔进来顶缸，我夫妻俩可真是一唱一和。大伯，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不明白？那我问你，我为什么会在这个房间里？明明我今晚住在走廊另一头的套房。大伯，这个问题应该问你自己吧，或者问问林小姐。苏婉，你少血口喷人！明明是你和顾夜捞给我下的药，是你们陷害我。可是兰兰姐，下药是犯法的耶！你说我嫂子下药，有证据吗？那你们凭什么说是我干的？你们有证据吗？巧了，还真有。苏婉呢？下药，林兰兰，天哪，还真是他自己干的！这不是自己送上门吗？不是这样，蠢货！你这个蠢货！大伯，这就走了，不留下来把事情说清楚？说什么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是这个女人自己不要脸！顾明哲，你混蛋！明明是你，你个老东西，毁了我女儿的清白还想跑，我跟你没完！嫂子，这戏比电视剧还好看。别说话，看戏。我再说一遍，我是被人打晕扔进来的，至于信不信，随你们。表妹，下次想爬床，眼睛擦亮点，选错了人，可是会摔得很惨。苏婉，你别得意！我没有得意，我只是觉得挺可笑。走吧，没热闹看了。拜拜了，林姐姐。给我等着！各位，为了优化集团管理架构，提高决策效率，我提议对几个核心部门进行人事调整。业务部、财务部、法务部都需要补充有经验的人才。我推荐了几位业内精英，简历都在这里，大家看看。顾副总推荐的人选，资历确实不错。不过一下子调整这么多关键部门，是不是太急了？市场不等人，效率就是生命。叶兰身边也需要得力干将辅佐，这也是为他分担压力。业务部、财务部全是核心部门，这位大伯倒是会挑地方。大伯考虑的真周全，连人选都备好了。当然，叶兰，你觉得呢？那就依大伯所言。你大伯这次动作不小，业务部、财务部都是公司的命脉。夫人怎么看？他安插的人肯定都是他的亲信，一旦这些人站稳脚跟，你在公司的决策就会被掣住。本王我知道，但若直接拒绝，大伯定会以阻碍公司发展为由煽动股东不满。既然他要安插人手，那就让他安插。但是他推荐的人里有一个是林兰兰。林兰兰，她有何资格担任要职？有没有资格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大伯为什么非要推她？夫人是说
他们之间有交易。之前那件事，林兰兰吃了大亏，以她的性格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可现在她不但不闹，还跟你大伯站到了一条船上，除非你大伯给了她无法拒绝的赔偿。林组长，这几笔付款需要您签字审批，供应商上面催得急。急什么？让他们等着。可是这已经是第3天了，再拖下去可能会影响生产进度。我是财务部负责人，我说等就等。你是在教我做事？不敢。出去吧，该签的时候我会签。明哲，苏氏那边原材料供应卡住了，您放心，只要我这边不签字，顾叶兰就拿不到货。干得不错。怎么了？城南项目的原材料供应商突然断货，说是付款延迟，但财务部的审批流程卡住了。林兰兰那边，他现在是财务部经理，所有付款都需要他签字。顾总，不止城南项目，法务部、业务部那边好节目审批也有不同程度的阻碍。这是想从内部瓦解公司的正常运行。顾明哲这招是釜底抽薪。釜底抽薪，这招本王在战场上用过，粮草断了，再强的军队也不战自溃。夫人，可有应对之法？有，现代企业管理讲究效率，每一环都有时间节点。如果有人在流程上故意拖延，我们可以第一，建立审批时效考核机制，明确各环节责任人；第二，重要流程设置 A、B 角，避免单人卡死；第三，夫人，本王明白了，这便如同军营问责制，每个环节都要报备，若有一方拖延，便需另一方顶上，再设监军督察。他居然这么快就理解了我的思路，这王爷的学习能力当真惊人。对，谁拖延谁担责。周秘书，起草一份新制度，从即日起，公司全面推行限时问责法。每个项目每笔审批每个环节必须明确责任人和完成时限，超时未完成者需书面说明原因，无正当理由者问责处理。顾总，这招狠啊！我这就去办。新制度推行1周，我居然准时下班了3天，以前想都不敢想。可不是嘛，以前审批一个项目要跑7、8个部门，现在3天内必有答复，效率翻倍。最绝的是那个责任到人，审批流程没人敢再踢皮球了。上周我的项目3天走完流程，客户都惊了。都闲着了，还不赶紧干活？不过说真的，这套制度确实管用，咱们部门这周的交付率涨了40%，我少操多少心？顾总看着，是有点特别，但这套管理思路真有点东西，像军队出来的，条条分明，赏罚清楚，没人敢摸鱼。明哲，你看到了吧？那个问责制一推行，我在财务部完全被架空了，审批全被系统监控，延迟就自动上报，我还怎么操作？我这边也好不到哪儿去，业务部我的人被问责制查出了好几个问题，现在停职调查。那怎么办？顾叶兰搞什么新制度？咱们的人一个一个被拔掉，再这么下去，万一他们查到那些账目……急什么？查不到的，尾巴我已经处理干净了。叶兰这步棋走得不错，军营化管理，赏罚分明，确实能收买人心，提高效率。那我们就这么算了？当然不，制度再好也挡不住人心。他现在春风得意，正是最松懈的时候。你有计划了？东南亚那个并购案知道吧？我们的底牌我已经让人递过去了，等着看吧。这场仗也赢不了。顾总，对方知道我们急需这个项目来打通东南亚市场，报价比最初高了30%，而且寸步不让。谈判已经僵持3天了，再拖下去，他们这是趁火打劫。我们内部肯定有人泄密，不然对方不可能对我们的底线这么清楚。问题是现在骑虎难下，东南亚市场必须拿下，否则今年的战略目标全泡汤。此情此景，与攻城是敌方据险而守，何其相似。谈判暂停3日。顾总，再拖下去，对方认定我们非他不可，那就让他们知道，此标的并非唯一之选。放出消息，就说我们正在考察另外2家公司，估值更低，条件更优。明白，我这就安排人不经意把消息传出去。顾总，消息已经放出去了，
对方果然坐不住了。刚才打了好几个电话来问情况，我都没接，让他们急。明日帮我约对方负责人游湖垂钓。游湖垂钓？孙子兵法云：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。垂钓3日，不谈公务，使其心浮气躁，届时再议，可事半功倍。你这是从哪儿学的？周秘书找的书，现代商务谈判技巧。本王研读后发现，与兵法如出一辙。那个，我给顾总的是《孙子兵法与商业谈判》，谁知道他真用上了。好，那就依顾总的意思。顾总，咱们这都钓了1周了，项目的事儿，王总，钓鱼讲究心静，心不静，鱼不咬钩。项目之事，不急。王总，叶兰说的对。难得有闲暇，不如放松放松。那边的鱼好像挺多的，您去试试。他们到底什么意思？不是说要谈项目吗？怎么真来钓鱼了？王总，我打听了，顾氏那边确实在接触另外2家公司，据说估值比我们低20%。什么？你怎么不早说？我也是刚打听到的。明天最后一天，不管怎样，必须把合同签下来。价格可以松动。顾总，鱼快上钩了。本王说过，围城缓攻，虚实结合，可破敌胆。顾总，经过这几天的交流，我们认真考虑了合作方案。之前的报价确实偏高，我们愿意下调10%，这是我们的底线了。15%？不可能，这已经低于成本线了。王总，东南亚市场我们志在必得，但不是非你不可。你我都清楚，另外2家开出的条件并不比你差。王总，我们看重的是长期合作，这次让利换来的是未来3年东南亚市场的独家合作权，账您可以慢慢算。顾总好手段，行，就按这个签吧。李总，咱们长话短说，我希望贵公司下月开始终止与顾氏集团的销售合作。顾总，这可不是小事，我们和顾氏签了3年的框架协议，现在刚走了1年多，单方面终止，违约金可不是小数目。违约金我来出。另外，我手头有一个城南的地产项目，利润率至少这个数。3成。李总，你是聪明人，应该知道怎么选。顾总，我能多问一句吗？请讲。城南项目的确利润空间可观，但您在自家门口挖墙脚。李总，这是城南项目合作意向书的草稿，我已经盖了章。李总回去看一遍，如果没问题，下周签正式合同。顾总爽快，合作愉快。夫人曾说过喜欢这家餐厅的氛围，本王应该没选错吧？我都不记得我说过这话，这位王爷还真是心细。叶兰，谢谢你今晚的安排。夫人喜欢便好。明哲，你太幽默了。哎呀，叶兰、婉婉，真巧啊！你们也来这里吃饭？哟，这不是表姐和表姐夫吗？真巧啊！大伯和表妹也来吃饭，真是巧。是啊，表姐，顾总说这家餐厅的牛排不错，带我过来尝尝。哦，大伯对表妹还真是照顾有加。兰兰工作上有些事要汇报，顺便吃个饭，不打扰你们了，我们先过去了。表姐，你和表姐夫的感情可真好，不像我，孤家寡人一个，只能跟领导吃饭。表妹这么优秀，一定会遇到合适的人。
王总，我们合作也有5年了吧？顾总一直照顾我们，这份情谊我记在心里。那我就不跟你绕圈子了。顾氏集团的供应商合同下个月到期，我希望你不再续约。打开看看，这份订单量是顾氏的3倍。我说过，不会让你白吃亏。终止和顾氏的合作，这份订单就是你的。可是，顾叶兰那边，他是顾氏总裁，万一追究起来，王总，这可是明哲自己的渠道，跟顾氏没关系。您签了这份合同，未来3年的利润抵得上过去10年。行，顾总，我信你。这份合同我签。哈哈，王总爽快，改天一起喝茶。叶丽良，夫人别着凉。叶兰，你最近很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刚认识你的时候，你连领带都不会系，在公司对员工抱拳行礼，还差点把手机当暗器扔出去。那时确实不太熟悉此间规矩。可现在你会安排约会，会主动给我披外套，还会怼人了。本王一直会怼人。是，镇北王威武。夫人，从方才你挽住本王胳膊开始，本王就一直心跳甚快。走吧，回家。叶兰，那几个大客户突然终止合作，3家原材料供应商也断供了，现在生产线快停了，你看这事儿怎么处理？大伯有什么建议？我认识几家新的供应商，可以紧急调货，不过价格嘛，会比之前高30%。至于客户那边，就得你本人去欧洲谈了。这些终止合作的供应商，恰好都是顾氏在最核心的几家，也太巧了。30%的溢价太高了吧？这得损失多少利润？没办法，事急从权，总不能生产线停了吧？那损失更大。大伯考虑的周到，不过这事容我再想想。叶兰，时间不等人啊！欧洲那边卡尔斯集团也在观望，供应链一断，人家凭什么跟咱们签长约？再拖下去，客户的订单可就真黄了。是啊，顾总，得赶紧下决定。今天的会先到这里，采购预案的事，明天再定。还在想原材料的事。这几家关键供应商同时终止合作，若不能尽快找到替代，集团生产将面临断裂。而且同一时间，多家供应商集体提出解约，实在太过巧合。你是怀疑大伯？周秘书查到，顾明哲最近频繁接触公司几个核心供应商，时间点刚好卡在我出国之前。他这是要釜底抽薪，断了供应链，公司生产就跟不上，客户订单无法交付，到时候股东们自然会把账算到你头上。他这么着急催我做决定，怕是想在我去欧洲之前，把采购权捏在他自己手里。到时候我在欧洲谈判，国内供应链的命脉却被他掐着，进退两难。此招狠辣，意在乱我军心，动摇根基。但他忘了一件事。什么？本王行军打仗20年，最擅长就是绝处逢生。夫人，我走后你一切小心。顾明哲此人心狠手辣，若他为难你，不必硬扛，等我回来。我知道，你也是。那边人生地不熟，别莽撞，遇到事先跟周秘书商量。夫人放心，本王自有分寸。要不我跟你一起去？不行，国内需要你盯着。顾明哲若知道我们都不在，恐怕会趁虚而入。奶奶年纪大了，星瑶又年轻，只有你在，我才能安心。那你答应我，每天给我报平安。好，本王以项上人头担保。谁要你的人头？
我要你平安回来。顾总这情话水平，不过还挺管用，夫人眼睛都红了。我走了，一定要平安回来。等我。嫂子，出事了！怎么了？慢慢说。哥他什么事儿？大惊小怪的。打不通，周秘书的也打不通。奶奶，新闻上说他们车队经过的那段山路发生了山体滑坡，现在还在救援。我哥他……慌什么？还没确定的事，不许自己吓自己。奶奶，我要去国外。不行。奶奶，你现在去能做什么？那边情况不明，路上万一出什么事儿，我怎么跟叶兰交代？可是叶兰她……叶兰是我孙子，我比谁都担心。但现在最重要的是稳住局面，而不是自乱阵脚。奶奶说的对，我不能慌。让人联系当地使领馆和救援队，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们。你留在家里，哪儿也不许去。好。嫂子，我哥他不会有事的，对吧？不会的，他答应过我要好好学做饭，要学跳舞给我看，他不会食言的。顾叶兰，你说过要护我一世周全，这次换我来护你。网上都说顾总在国外出事了，是真的吗？股东们都在传要召开特别会议，是不是要……各位，这几天辛苦大家了。我知道大家在担心什么。顾总在国外确实遇到了意外，现在失联中，但警方和公司已经派人全力搜救，目前没有坏消息，那就是好消息。夫人，那公司怎么办？供应商在催款，几个项目也停了。公司不会垮。从今天起，我会暂代顾总处理公司事务，直到他回来。所有供应商的款项一分不会少。项目继续推进，有问题的直接找我。顾总平时待大家如何，你们心里清楚。现在他遇到困难，公司需要每一个人坚守岗位，这不是帮我，是帮你们自己，帮顾氏。顾总放心，我们一定站好岗。好，都去忙吧。苏婉，别装了，顾叶兰死了，你在这装什么贤内助？不就是想趁机捞一笔吗？你说完了？怎么被我说中了？苏婉，我告诉你，顾氏迟早是大伯的。你一个破落户的女儿，趁早滚蛋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林兰兰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赢定了？难道不是吗？顾叶兰死了，顾家就剩顾明哲一个能主事的。你以为你那5%的股份能保住你？现在传来的消息只是说他失踪，你为什么笃定顾叶兰死了？还是说你做了？你少吓唬人！新闻都报了，山体滑坡，车都埋了，他怎么可能还活着？新闻有时候也会出错，就像你上次爬错床一样，以为是叶兰，结果是苏婉。我什么？林兰兰，我劝你趁早收手，否则等叶兰回来，你们母女俩连哭的地方都没有。苏婉，你别得意，顾叶兰回不来了，你等着，等明哲掌了权，我看你怎么死。苏总，您昨晚又没回去？查的怎么样了？财务部那边，林兰兰经手的几笔账目有问题，表面上看是正常的资金流动，但我找人细查之后发现，有3笔款项的去向对不上，总额超过8000万。8000万？
而且这些款项的审批流程都有顾明哲的签字，表面上是用于海外项目投资，但实际上那几家接收方公司我查过了，都是空壳公司。果然，他们这是在挖空顾氏。还有一件事，顾总失踪的消息传开后，顾明哲私下联系了好几个大股东，约他们今晚见面。我打听到，他在准备提交罢免提案。动作真快。苏总，如果顾总真的回不来，那我相信他。嫂子，嫂子，你怎么还没睡？都快凌晨2点了。处理点事情。奶奶睡了吗？睡了。嫂子，我哥那边真的没有消息吗？没有。嫂子，我害怕。网上都说山体滑坡，救援队挖了3天了，什么消息都没有。会没事的，你哥他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过的人，没那么容易出事。嫂子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我哥他……你说什么？确定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嫂子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我哥有消息了？嫂子，你说话呀，到底怎么了？他们说找到了你哥的车了，残骸里有一具遗体。不可能，你骗我，我哥不会死的。哥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说你会回来的。他说过会回来的。嫂子，苏女士，抱歉，今天股东大会非本公司人员不得入内。我是顾叶兰的妻子，持有顾氏集团5%股份。你说我没资格？苏女士，这是顾明哲顾总的意思，我们只是执行命令，请您不要为难我们。顾明哲动作倒是快，连保安都换了，这是铁了心要趁叶兰死了，把生米煮成熟饭。苏女士，请您配合，再往里闯，我们就要采取强制措施了。那不是顾总夫人吗？怎么被拦在外面了？听说找到了顾总的尸体了，现在公司是大伯顾明哲说了算，这是要变天了。好，我不为难你们，我就在这里等。苏女士，请您离开，不要让我们为难。嫂子，我来晚了，路上堵车。看清楚，我是谁？顾家大小姐，我带我嫂子进去，谁敢拦？顾小姐，这是顾总的。哪个顾总？顾明哲。我告诉你，我哥还没死呢，这家公司还轮不到他做主。顾小姐，请不要。让开！信不信我现在就要律师告你们非法拘禁？我嫂子是顾家少奶奶，手里有顾氏5%的股份，你们拦她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？各位股东，今天的议题想必大家都清楚了。总裁顾叶兰在国外遭遇意外，公司不可一日无主。我提议罢免顾叶兰的总裁职务，由我暂代，待局势稳定后再行选举。可是顾总毕竟还没确认，很遗憾，昨天夜里我收到消息，已经找到了叶兰的遗体，我也很悲痛。叶兰是我亲侄子，从小我看着长大的，真是太可惜了。顾总还那么年轻，但公司不能停摆啊。我们得向前看，顾大伯经验丰富，由他暂代总裁，再合适不过了。苏婉，你怎么进来的？保安呢？大伯不必紧张，我只是来参加股东大会。你有什么资格参加？你又不是股东。这是顾奶奶赠予我的5%股份的股权证明，需要我请律师给你念一遍吗？婉婉啊，不是大伯不让你进。按照公司章程，只有董事会成员和持股10%以上的股东才有权出席。你的5%确实不够资格，请回吧。我是顾叶兰的妻子，在法律上，她下落不明期间，我有权代表她行使股东权利。怎么，大伯连这点常识都不知道？
就是，我嫂子手里有股份，凭什么不能来？我看有些人就是心虚，怕我嫂子来了坏事。既然你有股份，那请坐吧。不过投票是公平的，每个人一票，谁也左右不了结果。各位股东，今天的议题大家已经很清楚了。顾叶兰总裁在国外遭遇意外，至今失联，公司群龙无首，已经严重影响了正常运营和股东利益。作为公司大股东兼副总裁，我提议罢免顾叶兰的总裁职务，由我暂代总裁一职，稳定局面。下面开始投票。苏总，您作为顾总的妻子，当然也有投票权。不过嘛，按照规定，您只能代表您个人持有的5%股份。顾总名下的股份，您可没有代理权哦。不用你提醒，我知道规矩。那就好，我还怕苏总不懂呢。毕竟苏家以前也没参加过这么大的股东大会。嫂子，大伯他肯定收买了很多人。我知道，别急。第一票赞成，第二票赞成，第三票反对。苏婉，你也有今天。股份，少奶奶，马上你就什么都不是。第8票赞成。嫂子，已经过半了，我们不急，再等等。第10票弃权。弃权？李董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觉得还是再等等吧，万一顾总回来了呢？这么着急做决定不合适。可是顾叶兰已经6票赞成，3票反对，1票弃权。赞成票6票，超过董事总人数的半数。按照公司章程，罢免提案通过。哎呀，苏总，真是不好意思呀，您这一趟白跑了。你们太过分了！邢瑶，注意你的言辞，这是股东大会，不是你任性撒娇的地方。唉，可惜啊，可惜，除非顾叶兰能活过来，亲自站在这儿。可惜他死了。谁说我死了？你怎么还活着？让林小姐失望了，本王的命没那么容易交出去。顾总，不是说出事了吗？叶兰，你还活着，太好了，这真是虚惊一场。大伯似乎并不怎么高兴。怎么会？你回来我高兴还来不及，只是你在国外遭遇山体八坡，我们都在为你担心。哥，你没死，我就知道你没死。宁哲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妈，我只是以为叶兰出事了，才急着召开股东大会，罢免叶兰的总裁职位。大伯，你真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吗？你们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大伯，车祸那天我提前换了车，你以为你安排的那场事故真的能要我的命？顾总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有人在我的车上动了手脚，想让我永远回不来。没事。我刚接到消息，有人今晚动了您的车，刹车系统被人动了手脚。你确定？我让人查了监控，一个穿黑衣的人半小时前进入车库，在您车附近停留了约5分钟。技术部的人已经检查过了，刹车油管被剪开了一个口子，开出去不到1公里就会刹车失利。想用车祸取本王性命，倒是好好算计。车换了没有？按照您之前的吩咐，备用车已经准备好了，在地库 B2层。但是顾总，要不要报警？不必。既然他们想让我死，那我就死给他们看。顾总，您是说要将计就计？你去找个身形与我相仿的人，戴上口罩墨镜，开这辆车出去。记住，找个没人的路段，让他提前跳车。明白，我这就去办。文文，我在。他们动手了，计划提前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按原计划，让他们以为我死。好，
家里交给我，你万事小心。放心，本王镇守北境10年，什么阴谋诡计没见过。想害本王，那就让你们看看。叶兰，说话要有证据。你出了车祸，大家都很痛心，但你也不能血口喷人。证据当然有。还真有人动手脚，这能说明什么？谁知道是不是你自导自演？那就让各位看看，这个动手脚是谁？这不是顾明哲的私人司机吗？跟了他10几年那个。那是他个人行为，跟我无关。事成之后给你500万，够你全家花一辈子。胡总放心，车祸保证做得干净，不会留下痕迹。我假死是为了让想害我的人自己跳出来。大伯，你联合林兰兰篡改财务数据，勾结外部资本，这些我一早就知道。顾明哲先生利用职务之便，暗中联合外部资本，秘密收购顾氏集团的关键供应商和客户，然后以各种理由终止合作，迫使公司在原材料采购上陷入困境。这是顾明哲与3家供应商签署的秘密协议，表面上终止合作，实际上每终止一单，他个人账户就会收到一笔补偿款，总金额高达8000万。这不是损害公司利益吗？顾明哲，你身为董事，居然吃里扒外！至于林兰兰，你在财务部任职期间伪造账簿，制造巨额亏空，先后挪用公司资金1亿2000万。胡说，我没有，那是你们陷害我。陷害，这些钱一部分转入了顾明哲控制的境外账户，另一部分，林兰兰，你上个月刚提的那辆保时捷全款付清，钱从哪儿来的？不是的，是顾明哲让我做的，是他指使我的，我只是听他的命令。你闭嘴！什么时候指使你了？你别血口喷人！还有一件事，顾明哲，你安排人在国外企图杀害顾叶兰这件事，警方已经立案侦查。顾明哲、林兰兰们涉嫌经济犯罪、商业欺诈、故意杀人等多项罪名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顾明哲，你告诉我这些是不是真的？你是不是真的想要害死自己的亲侄子？妈，我什么意思？你告诉我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妈，你问我为什么？从小到大，我哪点不如二弟？他为顾家做过什么？他不过是在您身边长大，嘴巴甜，会哄您开心。可我为顾家卖命30年，那些项目、那些关系、那些人脉，哪一样不是我豁出命打下来的？可你呢？你眼里只有二弟，集团交给他，股份留给他，连您手里的股份给一个刚进门的人都不愿意多给我一分。明哲，我给你的还少吗？你手里15%的股份，东南亚业务部的掌控权，副总裁的职位，别墅、车子，哪一样不是顾家给你的？你还想要什么？给我，那是我应得的。我是顾家的长子，按理说这家业本来就该是我的。本来以为二弟死了，这些理所应当归我。可是您呢？您越过我，这不就直接把大权交给叶兰？凭什么？他一个毛头小子懂什么？那些本是我的，全都是我的。你错了，不是我不给你，是你从来都没让我放心过。你从小聪明有能力，但你的心太急太贪。我让你管东南亚业务，你中饱私囊，3年亏空了2个亿。我不让你管财务，你安插亲信，把公司变成自己的钱袋子。我不是看不见，是盼着你能自己醒悟。明哲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权力真的就那么重要吗？重要到你可以不顾亲情，不顾良心，不顾你死去的弟弟留下的唯一的孩子？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啊！我记得小时候，今天爸爸妈妈又不在家。爸妈忙，经常不在家。是大伯带我去公园放风筝，教我骑自行车。我摔倒了，大伯第一个跑过来，问我疼不疼。我记得10岁那年，我发高烧，爸妈在国外赶不回来，是大伯在医院守了我3天3夜，眼睛都熬红了。我还记得，我爸走的那天，大伯抱着我说：“叶兰别怕，有大伯在，天塌不下来。”大伯，这些话我一直记着，从来都没有忘记过。那时候的大伯是我最敬重的人。
叶兰，你别说了。大伯，我想问你一句，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变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看着你一天天长大，越来越能干，看着妈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你身上，看着董事会那些人提起顾家，只知道顾叶兰，不知道顾明哲。我也为顾家拼过命啊！你爸在的时候，我在外面跑业务，1年300天不着家，被人灌到胃出血。你爸走了，我以为妈会把公司交给我，可是妈说，明哲，你性子急，不适合做这个位置。不适合？一句不适合就把我打发了。叶兰，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明明离那个位置只有1步之遥，却永远够不到。我不甘心啊！所以大伯就想毁了我，毁了顾氏。不是毁了你，是不甘心，是激动，是被权力蒙了心。妈，对不起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叶兰，对不起顾家。糊涂啊，明哲，你糊涂啊！妈，对不起，儿子不孝，您保重身体。表姐，我错了，你放过我吧，求求你，我不想坐牢，我真的不想坐牢。看在我们亲戚一场的份上，现在想起我们是亲戚了，晚了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，这是你应得的。苏婉，你不得好死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诸位，今日之事非我所愿。大伯他曾经也是顾家的功臣，但功过不能相抵。顾氏集团不是某一个人的私产，而是数千名员工的家业。任何人想动摇顾氏的根基，我都不会坐视不管。苏总，之前是我们听信了谣言，差点做了错事。我代表在座的各位向您和顾总道歉。各位不必自责，大家都是为了公司的利益，我理解。从今天起，让我们一起把顾氏做得更好。顾总，今天您和苏总力挽狂澜，我们都看在眼里。但是顾氏的供应链断了，海外市场也受了影响，接下来怎么办？这个问题我来回答。这是我和顾总制定的顾氏集团未来3年发展规划。第一，关于供应链问题，我们已经与3家海外优质供应商达成初步合作意向，合同细节正在敲定。第二，国内市场方面，我们将启动城南旧改项目2期，预计带动集团营收增长30%以上。第三，内部管理上将全面推行问责制与绩效考核，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。苏总果然有备而来。夫人，当真要你？我在此向诸位承诺，3个月内，顾氏集团的各项业务将全面恢复正轨。若有差池，我顾叶兰愿引咎辞职。顾总，您这是？我意已决，身为总裁，就当担此重任。诸位若信我，便与我一同见证。好，顾总年轻有为，苏总巾帼不让须眉，我支持，我支持。哥太帅了，不过还是我嫂子更帅。总算哥撑起来了。奶奶还没睡？婉婉啊，过来坐。大伯年轻的时候对叶兰很好。是啊，叶兰小时候体弱，明哲就天天带她跑步打球。叶兰第一次骑自行车，明哲在后面扶了整整1个下午。
腰都直不起来，还笑着说侄子长大了。奶奶，别太伤心了。我不明白，那个从小把弟弟背在肩上的孩子，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？权力就这么重要吗？重要到可以忘了自己是谁，忘了家人是谁。奶奶，您还有我们，我和叶兰还有星瑶都会陪在您身边。你们都是好孩子，婉婉，叶兰娶了你，真是顾家最大的福气。写好了。在想什么？在想，本王何其有幸能遇见你。怎么突然说这个？不是突然，是日日都想，夜夜都念。只是本王不善言辞，不知如何表达。那你现在怎么学会说了？这里告诉我的。他的心跳好快。你吃的什么？好香。薄荷糖，要吃吗？要。怎么了？婉婉，本王有话跟你说。来。你想说什么？有一事，一直未曾对你坦白。哦，什么事？其实，本王并非此间之人，我来自千年之前。是大周镇北王，因战死沙场，魂魄不知为何附在了这具身体上。然后呢？还有，本王出临此界时，心中惶恐，不知如何安身立命，对夫人多有利用。所以，你对我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在这个世界站稳脚跟。起初是，但后来不是了。本王如今对你的心意，天地可见。本王心悦你，苏婉。王爷，你终于肯告诉我了。你早就知道。第一次见你，我就发现我能听见你的心声。你能听见我的心声？从第一次见面握手开始，就能听到你心里嘀咕的那些话，什么此女容貌甚美，本王心跳为何如此之快，我都听得一清二楚。那本王那些蠢事。是啊，一直都知道，看一个古代王爷笨拙的学现代恋爱手法，还挺有意思的。别说。为什么不说？我觉得很可爱。你不觉得本王是个怪物？你是我见过最真诚、最笨拙，也最可爱的人。你是镇北王也好，是顾氏总裁也罢，对我来说，你就是顾叶兰，我的丈夫。婉婉，本王也心悦你。从初见那日起，这颗心便不再由我做主。叶兰，婉婉，本王可以吗？王爷，这个问题还用问吗？叶兰，这是他放的？一大早就没人了，搞什么名堂？这是什么情况？苏总，您可算醒了。顾总说要给夫人下聘，一大早跑去郊区抓大雁，还差点被啄。下聘？夫人，本王思来想去，你我虽已拜堂成亲，但本王身为镇北王，理应正式下嫔，以全礼数。这是大雁乃古代聘礼之首，象征忠贞不渝，从一而终。此乃是玄婚、束帛、香囊、书币、金镯、玉如意、长命锁，以及早生贵子。你什么时候准备的这些？从娶你的那天起就在准备。那日婚礼，
本王不懂现代礼仪，闹了许多笑话，但本王想，无论如何，该给你的，一样都不能少。你打大雁，经过官方同意了吗？这东西现在可是保护动物。你放心，我已联系官方，取得了合法驯养繁殖许可证。这2只大雁是人工饲养的，有证。你专门去办的？本王虽不通现代律法，但既已在此间生活，并当守此间规矩，本王不会做让夫人担心的事。叶兰，谢谢你。这簪子也是聘礼。此簪乃本王，我请人按古法制成，并辟莲花纹，寓意夫妻同心。夫人可喜欢？喜欢。那么，你帮我戴上吧。好看吗？很美。遇见你，是本王此生最大的幸事。